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心情大补贴。以下故事采取第一人称讲述。前些天在家吃饭的时候，我爸突然把碗筷一放，对我妈说，这个星期我哥想要来家做客。我妈愣了一下，放下筷子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，真是稀奇啊，这么多年不来往了，怎么这段时间突然就想要走东了？好歹是一家人，这么多年了，总不能说句一辈子仇吧。我爸继续说道。妈妈白了他一眼，咋地，现在不嫌咱们家穷，不嫌咱们人老实木讷，不会说话了？当初不是信誓旦旦地说，我们这样的人家注定没出息，注定要说穷一辈子的吗？现在看咱生活好了，又要来走东了。我爸张了张嘴，迟疑了一下说道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不提也罢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他现在够惨的了。听完我爸的话，妈妈不再作声了。爷爷奶奶有2个儿子，想着都是男丁，理应一视同仁的。可是二老却更喜欢大伯一些，没有别的原因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。大伯从小性格外向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从来也不藏着掖着，嘴也甜。而我爸却是那种拧拧捏捏，老实巴交，一棍子下去都不带哼一声的闷葫芦。再者，2个人年纪相差不大，也就没有哥哥必须护着弟弟一类的说法。从小家里的脏活儿累活儿都是我爸在干，每次让大伯分担一些，他总能找到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来应付。爷爷奶奶虽心里明白，但也是偏袒着大伯的。而二老的话说，大伯更像他们的孩子。本来我爸就沉默寡言，在家里不受待见，后来上了学，成绩也没有大伯好。那个时候家里穷，只能让一个孩子上学，我爸成绩不太好，又不受爷爷奶奶宠爱，初2那年就下学了。下学之后在家里帮忙干活儿。大伯倒是上了高中，可是上了高中以后成绩一般，没有考上大学。我爸虽性格木讷了点，但是做起事情还是很认真的。年纪大一些以后，进了个修理厂，拜了个技术很不错的老师傅，学了一身过硬的修理本领。我爸20岁那年就会修理手表、缝纫机、收音机、录音机、黑白电视机等等产品了。我妈就是在送修东西的时候认识的我爸，2个人一来二去，便有一些别样的情感。后来2个人确定了关系，姥姥姥爷却不看好，他们觉得我爸家里条件不好，人也不精神，我妈跟了他以后，指不定要吃多少苦。可是我妈觉得我爸是个潜力股，尽管性格内向，但是有手艺，会疼人，以后日子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姥姥姥爷见我妈铁了心要嫁，没办法，只得答应了这桩婚事。我爸作为弟弟先结了婚，但是婚礼却办得马马虎虎，我妈说一看就是不怎么用心的。而大伯结婚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却是格外伤心。我爸生我的时候25岁，同年大伯结婚，爷爷奶奶给他起了一栋2层的小楼房，就在我们巷子口上，2家相隔不到200米。爷爷奶奶口口声声说他们二老没出什么钱，绝大部分都是大伯自己出的。可是那个时候大伯也就是个打工的，和我爸工资相差无几，不可能靠着自己建楼。我妈心里也知道二老偏心，但钱是他们的，想给谁用别人也管不着。楼建好以后，爷爷奶奶搬了过去，和大伯他们在一起生活。那个时候二老身子骨硬朗，能帮大伯一家做很多事情。大伯母生下堂弟以后，二老也是寸步不离地带着。本来日子可以过得相安无事的，可大伯母是个脾气大、不好相遇的，3天2头的和大伯还有爷爷奶奶吵架。后来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了，他各种找麻烦，要么说老人不讲卫生，要么觉得老人做饭不合口味，明里暗里的就是想让爷爷奶奶搬出去。老人受不住大伯母3天2头的闹腾，回回受了委屈，抹着眼泪鼻涕就往我家跑，最终还是搬回了我们住的老房子，只不过白天还是会去大伯家，晚上睡觉回来。我们堂兄弟2个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，难免打打闹闹，
磕磕碰碰，奶奶每次都是护着堂弟，嘴上说着我年纪大，应该护着弟弟，可实际就是偏心。后来爷爷走了，只剩下奶奶一个人，身体也不好。最后那半年，奶奶病得下不来床，大伯大伯母也不怎么来照顾，丢给我们一家。我妈心里很不满，但也没说什么，毕竟老人已经这样了，她作为媳妇照顾一下也无可厚非。但她就是看不惯大伯母一家占了便宜又不想付出的这个劲儿，说我们照顾老人可以，大伯一家总不能拍拍屁股什么都不管吧。在我妈的据理力争下，大伯母答应每个月给300块钱，老人由我们照顾，这才有相安无事一段日子。后来奶奶走了，在奶奶的后事上，大伯母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好像有多悲伤一样。而我妈则没有多伤感，还偷偷说了句也好，终于解脱了，再不用每天躺在床上受罪，也不用看人脸色了。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大伯母的耳朵里。后事一结束，大伯母就带着一拨人冲到我家里。当时妈妈正在灶台生火，烟熏火燎，灰头土脸的。大伯母劈头盖脸一顿，说我妈整天只会围着锅炉转，嫁的男人也是寒酸木讷，一辈子没出息，活该受穷。本来我妈妈说不过大伯母，但还是据理力争着。大伯直接一句，你在娘葬礼上一滴泪都掉不下来，还说走了也好，这种话就是心黑不孝。我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知道，自知理亏，也不再说话。还好我爸赶了回来，两家人吵了个不可开交，甚至大打出手，闹得非常难堪。可真正让我们两家人彻底不来往的，是奶奶走了以后，家里田地房屋的分配。本来都是儿子，按照道理应该平分的，可是大伯母怎么都不依，非说爷爷奶奶早就说好把田地让给他们家了。我妈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，当着亲戚朋友们的面怒斥，公婆在的时候你们两口子照顾了多少，现在人没了还想着要家里所有的地，老人在的时候早就把田地给我们了。说吧，大伯母变戏法一样，拿出一张协议书，直接看傻了我爸妈，甚至连我们住的老房子也只有1/4的所有权。他们很早就已经在偷偷搞小动作了。至此，我们两家的关系彻底恶化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。正好我爸带的厂子需要人去外地驻守，我们实在没什么好留恋的，索性举家搬离了这里。这一走便是好多年，两家再也没有来往，就连每年的清明，我们都是打听好了，错开时间去拜祭，生怕遇上他们。时间一晃近20年。前些日子我和爸爸回老家办点事，我爸临时要去某个爷家里看看，让我提着买的东西回老房子。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里走，因为大伯家在巷子口，必定会经过的。当时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，我一个不小心摔倒了，吃痛的叫了一声。我爬起来了之后，一个人影已经到了我面前，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递给了我。我定睛一看，眼前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那20年没有来往了的大伯。我对他笑笑说谢谢啊。他没有看我，始终低着头，看不出任何的表情，也没搭我的话，转身便进了屋。大伯依旧住在爷爷奶奶出钱建造的小屋里，多年的时光流逝，房子已经烧香破旧，里面的墙壁早已经斑驳的不成样子。他晃晃悠悠地走进屋里，屋里只有一只亮度不高的酒灯，在那里落寞地摇晃着。他慢慢地走到桌前，就着桌上的小酱菜，稀溜稀溜地吃着挂面，望着大伯佝偻的背影和早已经丛生的白发，我这心里也有五味杂陈的。听说自从我们走后，大伯一家也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。堂弟在13岁那年和同村的人去游泳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大伯母那么强势的一个人，没有经受住这个打击，在歇斯底里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精神彻底出了问题，跟着堂弟学了。至此大伯便孤身一人了，工作也不做了，每天打理着自家那1亩3分地，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，也不和人交流。
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，说大伯是不是也有点问题了，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去关心他。我不知怎么了，鬼使神差的走上前去，把刚买的半只烧鸡放到桌子上。大伯，这鸡是刚买的，你尝尝。他抬了下眼睛，但依旧没有看我，眼底有一抹忧虑闪过。随后他夹起一块桌上的酱萝卜，淡淡的说道：我不吃，你拿走。他这话一出，我愣了大概1秒钟，随后脱口而出：这是我爸的意思。他听完明显筷子停了一下，我见他动摇，赶紧把鸡放好，飞也一般的跑了出去。到了第二天，我起床后发现箱子里的鸡血都被清理干净了。我爸说是大伯一大清早起来扫的，还着重扫了我们家。听到这里，我便知道是昨天的那只鸡起了作用。之后我就把昨天给大伯送鸡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了出来。我爸爸静静的听着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猛抽了好几支烟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桌子上竟然有2盘泥蒿炒腊肉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爸开了口：给他送去吧，他爱吃。听完这话，我立马乐颠颠的端着这盘菜去了巷口。我知道我爸和大伯两兄弟之间的坚冰正在一点点的融化。话说大伯也是60多的人了，如今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着，也不和人交流，这得多孤独啊。好歹是一家人，有再大的仇怨，20年了还不能冲淡洗刷吗？更何况大伯现在的境况是如此凄凉，我爸真的能做到完全视而不见吗？晚上在我的劝导下，我爸主动去了大伯家，两兄弟聊了好久好久。回来的时候，我爸眼眶红红的，明显是哭过的。我知道他们已经跨过了这道坎了。如今大伯要上门拜访，我妈却还是有些放不下20多年前的恩怨。我看着妈妈摇摆不定，对她说：以前大伯大伯母一家确实做得过分，但是现在想想也不是不可原谅。再说他们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，有什么深仇大怨是必须铭记一辈子的呢？好歹他是爸爸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哥哥，以前的事情再怎么也无法改变了。放下过去，才能收获幸福美满啊！听了我的话，我妈终于也是同意了。我爸乐呵呵地说：咱们把腊肉准备好，再去买点泥蒿，他肯定爱吃。听你的，妈妈淡然地说道。尽管往事难更改，但作为晚辈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父母兄弟活在怨恨中出不来，也不忍让大伯孤独终老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更何况是手足之情。恩怨是一种负担，放下是一种智慧，放过别人便是放过自己。放下过去，才能收获更多美好。大家觉得呢？好了，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